对于美方始终拿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王毅也在慕安会上强调，美国对华恶性竞争越来越赤裸裸。美国口口声声说我们要跟中国进行竞争，中国从来不怕竞争，但是我们要的是公平的竞争，要的是守规则的竞争。但是美国是这么做的吗？我就举一个例子，美方出台的芯片与科学的法案，这个法案是100%的保护主义，是100%的自私自利，是100%的单边主义、单边行径，严重的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原则，严重的违反了世贸的规则。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平的竞争，差了10万8千里哦。中国2000年前就有一句古话，叫做“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只有小人才去巧取豪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美方失去了一切伪装，连巧取都没有了，只剩下豪夺。顾学武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欧洲人很不愿意被夹在中美之间，尤其是不愿意被美国这些自私自利的经济政策所干扰。现在欧洲也慢慢开始意识到，中美这个激烈的博弈、地缘政治的竞争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安全。现在欧洲慢慢也感觉到有一种要选边站的这样一种压力。但对欧洲这样的国家来讲，在安全上依靠美国，但是同时同中国又保持着这个千丝万缕的经济上的联系，他们并不希望中美撕破脸皮。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慕安会举行期间，美台仍在勾连。王毅也在慕安会上就台湾问题表达了严正立场。他强调，要维护台海和平，就必须坚决反对台独，必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现在今后也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国家。这就是台湾问题的真正的现状，而要改变这个现状的不是我们，而是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我们要维护台海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的反对台独，就必须坚决的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现在都说要维护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很好。我们希望在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上，也要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欢迎收看《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为气球事件推迟访华，结果呢，中美两国一番折冲下来，王毅和布林肯在慕尼黑见了面。那么这次见面究竟释放出什么信号？能否为中美关系带来某种程度的转换？首先，这个信号就是说，中国已经看透了，就是美国自己也知道玩不下去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气球推迟访华这个事情，本来就是美国为了应付国际政治的一种表现。它的主要的听众和观众都是国内，就是为了缓解国内政治。比如说，在布林肯访华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他自己自说自话的提出来，他要在这个时候来访华，想在国会，在共和党掌控的国会进行正式运转，机器转起来之前，赶快访华。拿出一些东西来，这样应对共和党，因为接下来就是总统大选。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想赶在这个，因为舒尔茨也访过华了，马克龙也要来访华，马克龙对美国的访华是不成功的，双方实际是谈僵了。那么他就怕呢，马克龙访华以后呢，跟舒尔茨访华以后呢，中国对欧洲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甚至是一种合作，他想赶在马克龙之前，所以呢就自己宣布我要来访华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上一直不表态，既不否定也不肯定。那么他看这个时间到了，正好利用这个气球事件就自找台阶下，说我推迟了。那么你这样推迟了，那就推迟了。但他现在到慕尼黑要见面呢，我们看到拜登发表了个讲话，看他说就给他做了个台阶，意思是他想要两个最高的外交家吧，就美国和中国最高两个外交主管官员还是见一面，这本身就表明他是还要做的。现在中美双方还是有意愿。也有能力，当然也应该进行合作，或至少进行交流，这是一个转折，向全世界表明，世界上任何大的事情，中美之间如果不交流、不沟通、不协作的时候呢，只能是更糟。那么这是一个转折，就中美之间通过这个慕尼黑这个事情呢，是能够
进行交流和甚至是合作的。前几天呢，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就气球事件发表了讲话。拜登说他无意寻求新冷战，但是击落中国气球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冷战思维所导致的结果嘛，甚至这其实就是一种冷战的行为嘛。所以拜登政府呢总是说一套做一套，甚至从总统本人来讲就是这样。这或许不是他本人的问题，而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政治制度所决定的。那么不论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到美国有的时候说的挺好，但是一到做的时候，尤其是一碰到考验，马上露馅儿。所以现在很多中国网友也在问，跟美国谈那么多有什么用呢？美方通过谈拿好处，拿到好处之后，一转身又跟中国龇牙咧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好谈的呢？赵先生，在跟这个美国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必须要针锋相对的敢于斗争，要对他的一些这种带有霸权行为的这种行径呢，要坚决的予以批判。那对于他下一步有可能再转回合作的一些想法，我们又需要加以一定的鼓励所以这场中美之间的博弈呢，注定会是一场长期的一个博弈。气球事件闹到现在，美方呢明显是想撤火了。那么在激烈的舆论斗争之后，中美大概会在什么时候重启正常的对话沟通呢？王先生，这个就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正常的，对吧？因为这个首先这个对话呢，中方始终是欢迎因为无论如何讲，就是不管我们吵架也罢，对吧？我们也要坐下来谈因为谈总比不谈好，见面总比不见面好。因为这样会避免很多的战略误判避免擦枪走火。我觉得这是双方的一个应有之义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作为大国这种应该有这个负有这种全球的责任那么但是呢什么时候谈，怎么谈以什么的方式谈那么这些东西那就由双方的实际上是一种博弈来决定的不能说你想按照你的逻辑来这个处理中美关系，我觉得这是中方无法接受的，因为毕竟来讲。这是两家之间的一个关系并不是由一个单方面来决定，一定是由双方来共同决定。2月14号起，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开启了为期1周的欧俄之行。期间，王毅应邀访问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俄罗斯，并出席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专门介绍中国在重大国际事件的立场，就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阐释中方主张。实际上，王毅此行的时间背景非常特殊，俄乌冲突历经1年，欧盟也正欲对俄罗斯施加第10轮制裁，局势很可能进一步升级。而另一方面，美国对华强硬派则借飞艇事件火力全开，全面加剧了中美紧张关系，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有分析就指出，王毅作为自去年10月中共20大召开后，中国最高级别官员出访欧洲，也是疫情爆发3年第1位线下出席慕安会的中国高级官员，无不表现出中国愿意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全球安全和发展，也展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平发展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中国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刻思考中所做出的战略抉择。我愿在此宣布，中国将于近期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提供更系统的思路、更可行的举措。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其实，通关王毅整个外访行程，既有老牌欧盟成员国法国、意大利，也有受西方国家制裁的俄罗斯，同时还有匈牙利这样反对欧盟对俄实施制裁的国家，说明了中国在当代世界政治中的独特角色，不以意识形态和阵营划线，愿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深化各国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的繁荣稳定。而且王毅先访欧后访俄，本身也具有穿梭外交的意义。实际上，虽然慕安会是由非官方机构承办，但作为国际安全和外交领域的顶级盛会之一，素有防务领域的达沃斯论坛之称。
而根据以往经验来看，一般年初在慕安会上讨论的事情，可能就会在年中或者年底成为一个议题、议案甚至现实。要知道，慕安会今年按照惯例，在会前发表的年度慕尼黑安全报告中，已经明确承认西方对俄乌冲突直接回应肯定不会有什么帮助。而王毅在慕安会上就表示，中方将继续在俄乌冲突中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并将为此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中国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对国际争端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方针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劝和促谈。我们将为此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我们将继续坚定地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为了世界更安全，我们都要回归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王毅主任他的主旨演讲呢，重申了中国对俄乌冲突的立场。我觉得这可能是与会各国代表所关切的。他阐述了这么几点：一个就是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和平解决争端，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中国不是俄乌冲突的一方，你西方。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甚至有一些政客，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甚至于大会，主席在开幕式上提到俄罗斯的时候，也把中国捎上，这一点明确，中国不是俄乌冲突的一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分析认为，中国声音在类似慕安会这样的国际多边场合分量日益加重，除了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其实也与欧洲自身的反思有关。最近就有西方媒体爆料，美国炸毁北溪管道的消息震惊了欧洲。而与此同时，有意思的是，这次慕安会也反映出欧洲的以美情绪也愈发严重。本届慕尼黑安全报告中，重点就指出，现在大部分非西方国家反感西方统治，美国不受信任的问题恐怕10年内都难以解决。而且俄乌冲突也成为了西方重新思考与东方大国关系处理的催化剂。不过，对此已经现场参加过4届慕安会的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吴世存则表示，从参加慕安会的代表团人数来看，美国代表团仍然是慕安会上最大的代表团。慕安会作为西方阵营协调政策的平台，美国对其的影响力还是毋庸置疑，特别现在还有俄乌冲突的背景。这次会议主要是被俄乌冲突所主导。包括我参加的，最后一个议题的讨论，这里面有意大利的外长，有这个比利时的首相，还有立陶宛的总理，还有德国的基民党的一个这个代表，几乎还是强调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重要，欧洲团结的重要，如何加强欧洲的团结来应对这场冲突，甚至他们对战争以何种方式结束都有具体的讨论。深圳卫视也注意到，这次王毅演讲对谈环节的主持人是慕安会前主席、现任基金会理事会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他是德国前驻美大使，欧洲资深的外交官，也曾多次邀请中方代表参加慕安会。对于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伊辛格强调了王毅出席活动的意义，并主张和大国采取措施避免核对抗，并呼吁中美加强对话。吴世存和我们介绍说，伊辛格也算是老熟人，上次王毅参加慕安会也是伊辛格主持的，彼此之间相互熟悉，也便于更好的沟通，向外界阐释中国立场。我在17号中午碰到了伊辛格先生，他说他明天要主持王毅主任的演讲，然后回答问题。他也讲了一些细节。他告诉我说，这个会议主办方是通过外交渠道给中国提出了2个主持人的选择，一个是他，一个是现任的主席霍伊斯根。那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熟悉吧。王毅主任也熟悉伊辛格，
他也主持过王毅主任的这个上一次的演讲，所以最后双方还是选择了伊辛格。从他提的问题的一些具体方式来看，他的这个提问的方式不会咄咄逼人，这样子大家相互之间可能配合会更好一点，能够取得比较好的预期效果。这是这个王国维这个受到了一个非常这个良好的待遇，他的讲话的时间和这个形式基本上可以参照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个包括美国副总统这个贺锦丽的安排。实际上，包括其他的一些政治家，像这个冯德莱恩呐，他们也只是这个有机会参加一个小组讨论，并没有到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像蒙古利亚单独的能有一个发表主旨演讲的半个小时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同大家觉得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全球走出现在的危机，所以对中国的期待还是非常的高。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慕安会现场，中国华为 5G 产品的使用也引发了美欧的局语。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称，通过与几位电信设备专家的交谈以及了解该地区网络的业内人士提供的信息了解到，在主办酒店300米范围内的一些天线配备了由华为提供的硬件，甚至在酒店楼顶上的一根无线通信信号杆上也安装有华为的设备。据说美方对此大为光火。要知道，在2020年的慕安会上，有关华为的讨论就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当时的发言中还强硬要求各国在建设 5G 网络时远离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有德媒认为，在是否允许中国 5G 设备供应商进入西方国家的问题上，华盛顿与柏林之间一直存在争论。德国并没有追随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大国的脚步，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设备安装在其 5G 移动通信网络中。因此，明知这次慕安会使用华为 5G 产品会遭致美国的批评，德国也不为所动。有观察指出，与美国和北约想把慕安会搞成西方世界自说自话、自我实现的内部会，和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说教与霸权主义恐吓不同，欧洲对慕安会以及对国际安全形势和治理体系有着自己的定位和看法。但尽管如此，客观来说，在美国的捆绑下，欧洲对华态度仍然复杂。比如这次，美国就再次表现出喧宾夺主之势，不仅派出包括副总统哈里斯、国务卿布林肯、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在内的大规模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美方人士更是不忘频刷存在感，还在一些问题上有意将各方关注的焦点引向中国。哈里斯的那场演讲，他这个讲到俄乌冲突的时候，马上就提到北京，提到北朝鲜，提到了伊朗。大会开幕式上面，慕安会的主席在他的引导性的发言以及回顾俄乌冲突，他在请大家观看电视短片的时候，请出这个钢琴家演奏的时候，这个影像资料是黑白的，然后他本人也参然泪下，应该说是打悲情牌。所以从这里面看，我觉得这个是故意，在一定程度上面也要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起来。美国的一些政客，欧洲的一些政客谈到俄乌冲突的时候，把它往中国来引，这一点还是很明显的。曾多次受邀参加慕安会的13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在2020年也曾撰文回忆他在慕安会上感受到的西方对华态度的复杂性时表示，当年慕安会明确涉及中国的分论坛多达11场，包括西方如何面对中国挑战、跨大西洋关系与中国难题、欧洲如何对付崛起的中国、如果中俄结盟怎么办、中国在全球军控中的未来参与等等，还有关于南海、疫情、中国网络政策的专题会。
其他一些论坛虽然在题目设计上没有提中国，但也大都把矛头指向中国。因此，建立信任是中国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3年前呢，当时有一个分会场，是在酒店之外闭门会议。后来我看那个议题专门谈中国，我就去了。结果我这一去，一个中国学者的面孔，这个当时因为他是闭门会议，当时就不让我进去。后来我还是争取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因为感觉到他主要是谈中国，批评指责中国，所以在这种场合，中国学者出现，演讲人可能会有所顾忌。另外，他如果说完全一边倒、不客观、不公正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评论和提问的方式来纠偏。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参加莫安会，我觉得还应该尽可能的多的机会来到欧洲国家进行智库交流。让我曾经说，这个在别人这个主场上面，我们搭建一个平台，增进相互了解、减少猜忌、沟通对话的一个学术平台，把这3年积累的这些问题，能够尽可能的在学术层面，在二维层面能够得到解决，或者说减少这些问题。减少对中国的猜忌，因为你在这里你能够见很多的人，会场能见到，茶歇室能见到，你也可以约人吃早餐，也可以吃晚餐，甚至于会议之前或者说会议之后约个时间见一见聊一聊，这成本又低。你像我这次见谭德赛，我们2个人，他吃这个三明治，我吃汉堡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聊天了。今年的莫安会呢有点意思啊，就是华盛顿是高规格的参加，莫斯科、伊朗没有受到邀请，因此呢，今年的莫安会也被批评是失去了包容性。但是呢，中国应该说是以很高的规格参加。王先生怎么看？应该说呢，应该确实可以起到一定平衡的作用啊。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俄乌冲突处在这么一个比较艰难的这么一个境地啊，那么各方呢都需要去解决问题。这个俄乌冲突不能就这么停在这儿，对吧？但是呢，他们也知道靠他们自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就是说呢，尽管说他们可能认为不愿意让俄罗斯或者是伊朗给他们去讲话的机会，但是呢，毕竟这个论坛不能成为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那就失去了这个论坛的本身的意义所在所以我觉得呢，邀请中国参加，我觉得这是首先要体现出来，大家要坐下来去谈问题的一种意识。另一方面来讲，也确实呢，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那么中国毕竟是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中国代表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你可以看到这个在对俄制裁过程中那么实际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这个参与到西方的制裁中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中国呢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安全会议呢讨论起来才有实际的意义，否则的话呢，只是一家之言。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随着冲突的持续，甚至说随着僵局的这种延续，那么中方来介入调解的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是不是也越来越大？同时刚才黄先生也谈到了，中方要去莫安会上听一下各方面的意见，了解各方面的想法，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在做着某种准备？所以中方到最后是不是有可能参与到俄乌冲突的这个调解当中去？黄先生怎么看？我觉得从现在我在欧洲待了3个月，从美国看呢，美国和欧洲多多少少都表现出想叫中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呢，中国要想起到一定调解作用，中国必须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跟欧洲，尤其跟美国取得一定的战略互信。你要叫我做调解，那你得信我，那我也得信你。第2点呢，中国要调解，中国必须明确各方他们的目的。比如说美国，你的政策是什么？你的立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欧洲，你的目的、你的立场是什么？现在看来呢，都不是很清楚。美国自己对这场战争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美国自己现在也说不清楚。
一方面想要打败俄罗斯，但一方面呢又不想直接下场，怕这个把俄罗斯逼急了，俄罗斯战争升级，导致核大战的危险是有的。第三个条件就是和谁调解，是和美国人主要做，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场战争的主要的背后推手是和美国人调解呢，还是这场战争发生在欧洲，欧洲各国有推拒不掉的责任，还是跟欧洲人一起合作调解呢，还是美欧一起合作调解呢？当然还有俄罗斯，就是工作对象是谁？这三个条件不满足，我认为中国即便是有调解的愿望和能力，也很难进行工作。对于乌克兰问题呢，中方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那么在慕安会上和欧美对话，是否会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就是中方讲中方的看法，他们讲他们的看法，双方对不上。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去参加这个慕安会，真正的意义又在哪里？赵先生怎么看？现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未必一定愿意和美国站在一起，把这场所谓的战争持续到底是会有可能出现其他不一样的情景的。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也存在和中方所主张的一些关于乌克兰的解决方案相重合的地方。你比如说，中方一直坚持叫做共同的、均衡的、可持续的解决乌克兰之道。那共同的就是你不能够光想所谓的乌克兰的一方或者叫做西方的一方，而是应当也把俄罗斯的适当的他自己的战略考量，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受威胁感也要考量在内的这样一种共同的。那均衡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偏向于任何一方的，而应该是保持一个妥协或者平衡产生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再有就是到底是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最后要产生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是应该能让双方都接受的，能够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真正带来所谓乌克兰地区的一个和平的这样的一种情景。那我想呢，包括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呢，他们也意识到说俄罗斯是欧洲搬不走的邻居。那欧洲国家毕竟无论俄乌冲突的结果如何，他最后还是要面对俄罗斯。那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如何来处理俄乌冲突之后的情景？那我想呢，中方的一些想法和自己的这个立场，恐怕也会给包括欧洲方面在内的西方的一些国家呢带来很多的一个启示。自去年开始，中欧高层互动频繁。2022年年底，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相继访华。今年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多国政要均已表达访华意向。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计划派1名部长级官员前往北京访问。如果得以成行，这将是自2021年9月英国气候高官夏尔马后，保守党政府首次派部长级官员访华。苏纳克明确表示，他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等问题上，与中国接触是重要的。分析人士认为，王毅此访不仅为世界带来中国将更积极充分与各方接触的信号，亦是为接下来一系列新的高访做预热的技术性安排。我们并不回避一些分歧，不回避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希望双方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彼此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所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同时呢，对于欧洲来说，其实中国也观察到的是，欧洲方面在政策制定上是有自己的战略自主的需求的。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纵观王毅此次欧洲行，在先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法国外长科隆纳、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等欧洲领导人进行会晤后，得到了各方积极回应。马克龙总统表示，与中国重新建立联系的时机已经到来。科隆纳外长则说，要把被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如果我们选择对话和合作，阵营对立就不会形成；如果我们选择和平与稳定，新的冷战就打不起来；如果我们选择开放和共赢，全球的发展和繁荣就有了希望。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我们对历史、对人类应当提交的答案。我们应当携起手来，为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而共同努力。
外媒报道指，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双方沟通当然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我们并不指望一次行程解决中欧之间的所有问题，但是会通过这一次的行程，形成更好的了解，加强彼此之间的互信，抓住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来推动更加具体的合作。王毅此次出访欧洲，外界也十分关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能否迎来破局。此前，中欧双方经7年艰苦谈判，达成中欧 CAI。然而，在推动协定签署生效的过程中，却卡在欧洲议会这个环节，成为欧洲政治牺牲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去年访华时表示，欧方愿同中方继续推进欧中投资协定进程。外界评价指出，美方必然还会做出一些小动作来干扰中欧关系，但这些小算盘不会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大局。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认为与欧洲方面发展关系是对美斗争的所谓的手段，或者是说呢，借助欧洲可以撬动美国。从中国的视角来说，我们在发展对外关系的过程当中，大家会看到一条主线，那就是中国希望更多的交朋友，结伴而不结盟。所以呢，中国在选择朋友和伙伴的时候，应该说某种程度承认双方之间的一些不同，试图呢寻找能够共存的方式、合作的方式，这一点是始终不变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以及相关的重要的原则，一直在中国外交推展的过程当中在发挥着作用。那么说到中欧之间的关系，首先中国看到的是欧洲当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欧洲面临的不仅仅是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应该说欧洲面临的可能是因为俄乌冲突、地缘博弈造成的长期的这种负面的影响，甚至可能有长期衰退的风险。所以此时呢，中欧之间的合作，从双方的角度来说，在疫情之后形成更好的发展态势，能够产生更多的动力，推动经济一体化，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中欧关系要发展呢，欧洲必须要有真正的战略自主性。同时呢，欧洲也表示他们追求战略自主性。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欧洲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战略自主性吗？王先生？这个确实很难啊。但现实条件，尤其是俄乌冲突还在处在这种状态下面啊，那么欧洲想要在这个美国的这种控制下，要寻求一种自主，确实不太容易。欧债危机以来，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可以看到欧洲的这种东西南北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扩大的。那么事实上来讲呢，美国也在利用欧洲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分化实际上呢达到了变相控制欧洲的目的让呢欧洲呢为美国所用但是所以呢，我觉得呢，欧洲呢需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是首先要加强内部的团结，构建的这种共同的一体化的红利从一体化的根子上解决问题，这样呢才能够对外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乌克兰冲突其实让欧洲更进一步的去依赖美国，去靠向美国的，特别是北约的这个军事保护。而我们知道，北约实际上是美国领导下的北约，是依靠美式军械、美式的武器来武装起来的这样一个军事集团。那法国、德国等等欧盟国家虽然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毕竟幕后的老大还是美国。所以在军事上，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就没有办法实现欧洲人真正的战略自主。法国人对这一点是有深刻的意识上，很多法国的战略思想家说，欧洲的安全可以起始于北约的保护，终点于欧洲自己的独立防务。但是我们从现在来看，这个起点还一直没有改变，这个终点还距离的相对的遥远，还遥遥无期。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欧关系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实质性的改善和发展呢？那么我想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就是中欧发展关系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欧关系怎么发展？我想中欧首先可以坐下谈谈什么是禁区不做的，就双方绝不进入的那么这里比如说第一个禁区就按照欧洲人说的，我们不搞对抗，不互相为敌，这第一不对抗，第二不互相为敌，第三经济上不脱钩。那么是不是能够加一份，比如说都不受第三方因素的影响？对于中欧来说，都有个第三方。中国的第三方是美国，因为美国要拉欧洲；欧洲的第三方是俄罗斯，俄罗斯跟中国也很好对不对？那么说中欧在交往的当中，都尽量的不要受第三方因素的负面影响。第四个我认为可以加进去的就是说，
不要受意识形态影响，就双方都降低意识形态色彩。那么把这个不做的这个清单列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能做的清单就比较容易了。我认为在3个方面，中欧是可以有发展的。第一个，就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经济上的贸易往来，这个是可以合作的。第二个，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比如说核扩散、伊核问题，比如说环保问题、环境问题，又比如说全世界的经济稳定、政治稳定问题上，都是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中欧加强合作，共同促进。第三一个呢，在人文上加强交流，从简单的入手，从双方的不能做的禁区